各位朋友，前几天的时候我说了一集中国的所谓的美女天才作家蒋方舟可能要人设崩塌，要完了。结果呢，那个人民大学在8、9天前发了一个声明，说经我们的调查，蒋方舟这个不存在着学术造假、学术不端的行为啊。我看有的那个在我的那个视频底下留言，你看你被打脸了吧？哎，你要记住，我作为油管的第一黑嘴或者神嘴，说谁谁进去，瞪谁谁怀孕。我说蒋方舟完了就完了。今天最新的消息传来，蒋方舟的硕士学位因为论文造假、学术不端被撤销了。那蒋方舟从此以后就人设崩塌了，他的所有的公职也都得被开除，因为你没有学位的基础，你获得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职务，那全都是假的，那就给开了，明白吗？完了真完了。新华社都报道了，各位，新华社7月13号电近日网上出现关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19届硕士毕业生蒋方舟学术论文涉嫌学术不端的新线索。中国人民大学13日晚发布情况说，经调查认定蒋方舟构成学术不端行为，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通报称，接到新线索以后，学校高度重视，立刻组建由多位校内外知名专家参与的调查组，通过文献溯源比对、依规问询，听取当事人的申辩，深入开展核查工作。经核查，蒋方舟硕士学位论文有9处与境外某篇期刊的论文存在着文字重合，且相关的内容没有标注引用，未列明参考文献。依据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中国人民共和国学位法相关规定，学校认为蒋方舟构成学术不端行为，并研究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中国人民大学表示，学校将以此为鉴这个什么意思啊？那就是人民大学自己打自己的脸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后20年文坛天才蒋方舟论文全员造假实锤，日方资助内幕细思极恐，彻底翻车。被吹捧20年的国民天才作家蒋方舟人设轰然崩塌，看似光鲜的文坛才女、名校硕士，背地里却藏着学术全维度造假，拿日方资助刻意美化日本的致命问题。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导资深教授肖英再度实名公开举报，实锤蒋方舟硕士论文全面造假，晒出全套证据汇总，条条细节触目惊心，彻底撕碎了他多年的人设。很多人疑惑，一个功成名就的作家为何要铤而走险论文造假？答案远比想象中恶劣。肖英教授业内以严苛刚正、零容忍学术乱象闻名，从不跟风造谣。此次追责绝非一时冲动，是整整1年逐字逐句溯源，反复核对文献的硬核实锤，每一份证据都经得起推敲。事件回溯全程清晰可查。2025年8月，肖英首次公开举证，曝光蒋方舟2019年人大硕士论文存在严重造假问题。10个多月时间里，他持续补全证据，迭代材料，从未放弃追责，杜绝任何模糊空间。今年4月，正式向人大文学院递交举报材料，校方官方收悉立案。5月，再度补充关键证据，提交校风委员会严查。7月3日，终极完整版证据汇总公之于众，彻底撕开这场持续数年的学术骗局。流程合规，证据确凿，时间线完整，没有任何模糊洗白的余地。核查结果触目惊心，堪称文科论文造假天花板。全文20个核心注释，8处赤裸裸抄袭搬运，10处恶意篡改、凭空编造文献，随机抽检正文无注释段落，还查出2处隐性抄袭，1处无依据杜撰内容。通篇看下来，这篇硕士论文几乎没有原创合规内容，全是拼凑、造假、洗稿得来。更荒诞的操作还在后面。论文中标注的外文原著、译本版本、精准页码，经查在原版书籍中完全不存在，纯属无中生有，捏造参考文献。不仅如此，论文核心摘要大面积撞车，2008年公开期刊文章，洗稿抄袭痕迹明目张胆，
低级又恶劣，完全颠覆名校硕士该有的学术素养。不仅如此，论文核心摘要还与2008年安徽文学刊发的公开文章高度雷同，洗稿痕迹一目了然。如果只是单纯的论文引注不规范，或许还能辩解是学业疏忽，但蒋方舟的问题从来不止学术造假这么简单。这也是全网网友怒不可遏，直呼大快人心的核心原因。深挖资料可知，蒋方舟曾公开获得日本外务省专项资助项目资金，是日方重点扶持的华人创作者。手握日方资助的他，笔下文字却屡屡偏离客观事实，多次在公开作品、专栏文章中刻意美化日本社会，刻意淡化历史伤痛与社会弊端。对比其他接受同类资助的文人，不难发现，部分人始终坚守客观中立的创作底线，尊重历史，坚守立场，而蒋方舟却屡屡输出偏颇观点，极力营造日本完美无瑕的虚假观感，早已引发网友长期质疑。随着肖英教授实名举报登上热搜，事件持续发酵，中国人民大学迅速做出反应，第一时间将蒋方舟涉嫌造假的硕士论文从知网紧急下架，同时启动专项学风调查，承诺依规在90个工作日内给出官方结论。眼看舆论彻底失控，7月4日，沉默多日的蒋方舟终于坐不住了，火速在个人公众号发文回应，试图洗白自己。他承认论文存在引注不规范的小问题，却坚决否认抄袭、洗稿、学术造假，反而倒打一耙，控诉肖英教授网暴、造黄谣、恶意污蔑，声称对方23项指控大多失实。可这番苍白的辩解根本说服不了任何人。肖英教授耗时1年整理的图文证据、原文对照、文献溯源材料清晰完整，铁证如山。反观蒋方舟，全程避重就轻，只揪着个别细节辩解，对核心的编造文献、恶意抄袭问题绝口不提，心虚态度一目了然。回望蒋方舟的巅峰生涯，说是年少封神、顶配人生毫不夸张。当年的他是文坛无人能及的顶流天才。他7岁提笔写作，9岁就出版散文集《打开天窗》，该书被列为省级素质教育推荐读本，还改编成漫画广为传播。12岁破格成为南方都市报最年轻专栏作者，早早靠文字立足文坛。少年时期便拿下全国少年作家杯1等奖，16岁当选中国少年作家学会首任主席，同龄人中无人出其右。成年后，他的荣誉更是拿到手软。2008年凭借文学特长降60分破格考入清华大学，轰动全网，引发全民热议。2009年斩获国内文学重磅奖项第7届人民文学奖散文奖，首届朱自清散文奖，专业实力获官方文坛认证。2012年清华毕业后，直接出任新周刊副主编，成为业内最年轻的资深媒体人。巅峰期的他出版10余部作品，书籍销量破100万，译作远销多国，常年登陆各大主流综艺、文化访谈节目，手握顶级文坛资源、流量热度和官方荣誉，是被主流媒体、文坛大咖全力力捧的青年标杆，名利双收，风光无限。可本该以身作则，坚守学术与创作底线的他，却在学业上投机取巧，公然触碰学术造假红线，在立场上摇摆偏移，拿着境外资助美化他国，辜负了大众的信任与文坛的认可。如今肖英教授的实名举报不仅撕开了蒋方舟的虚假人设，更狠狠扒开了文坛学界长期存在的乱象。目前人大的专项调查仍在推进中，全网网友都在坐等最终结果。相信铁证面前没有任何侥幸，学术不端绝不姑息，立场失度更不能纵容。你觉得蒋方舟的论文造假是否实锤？他的洗白辩解能站稳脚跟吗？人民大学站出来了，官方替蒋方舟背书，清华教授下一步将如何下手？7月5日，中国人民大学一份通报，把这桩拖了将近1年、牵动2所顶尖高校的学术争议暂时画上了句号。结论8个字：存在不规范，未发现不端。蒋方舟的硕士论文被认定部分注释及个别文字表述存在学术不规范，但够不上学术不端。硕士导师被暂停研究生招生资格1年，文学院党政主要负责人被约谈，学位评定委员会被责令整改。通报一出，舆论当场就劈叉了。
有人觉得这不就是变相坐实了吗？有人觉得既然没学术不端，凭什么处分导师？还有人觉得一个硕士论文折腾快1年，就这？别急着站队，这份通报里真正耐人寻味的东西比表面结论多得多。先把时间线捋清楚，你才能看懂这件事到底哪里不对劲。去年8月，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肖英在个人公众号发布文章，公开举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毕业生蒋方舟的硕士论文存在严重抄袭和普遍造假。肖英列出的指控相当具体，论文中20处注释全部虚构，多处引文页码凭空捏造，摘要涉嫌大面积洗稿。一个清华教授实名举报一篇人大硕士论文，这事本身就够罕见。在学术界，通常都是资历浅的人举报资历深的，同级之间的举报都算新鲜，更别说顶级学府教授盯着别家一篇硕士论文不放。光这个配置，舆论一开始就把天平往举报者那边倾斜了不少。此后10个月，肖英持续发文补充材料。今年4月，他把材料正式递交人大文学院，校方启动调查，按规定应在90个工作日内完结。到7月初，调查期限将至，舆论温度已经烧到沸点。话题冲上热搜，蒋方舟发长文全面回应，否认所有指控，并反指肖英长期网暴造黄谣，称已报警。紧接着第2天，人大通报落地。10个月的举报长跑，3天的舆论风暴，一份不足300字的通报，这节奏怎么看都不像是顺理成章。真正有意思的是通报的内容结构，他没有只给一个结论，而是给出了3个层面的处置。第一层，认定蒋方舟论文不规范，但不构成不端。第2层，暂停其导师研究生招生资格1年。第3层，约谈学院领导，责令整改。你把这个结构连起来看，就能看出一个很微妙的东西。学校说学生没大问题，但导师有责任，学院管理有漏洞，这算什么？这是人没事，但车翻了。很多读者看到通报后的第一反应是困惑，20处注释有问题，引文页码对不上，摘要被指洗稿，这些都叫不规范。那什么才算不端？这个问题问到了学术管理最敏感的一根神经。根据现行规定，学术不端行为有明确的法定定义，主要涵盖抄袭、剽窃、伪造数据、篡改、买卖论文等情形。而学术不规范更多指向引注格式错误、标注遗漏、转引未注等技术性问题。二者的边界在法律上是清楚的，但在公众感知里却常常模糊。换句话讲，人大通报说的是，蒋方舟论文中那些被指造假的注释，经调查后被认为是可以追溯来源的。问题出在标注方式上，而不是内容上凭空捏造。全文注释可以查到出处，但标注方式不符合学术规范，所以他有错，但错的级别不够不端那条线。这个判断能不能服众，见仁见智。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这份通报没有像一些网友期待的那样，直接给一个没问题或者有问题的清晰答案，而是给了一个需要被解释、被理解的分级结论。这本身就说明调查过程不是走个过场。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调查期间涉事论文已从知网下架，这个动作发生在结论出来之前，本身就释放了信号。学校内部已经认定论文有问题，至少是需要处理的，不然下架它干什么？还有一个细节更值得琢磨。通报里说蒋方舟对硕士学位论文注释的重要性认知严重不足，这句话的分量比不规范3个字重得多。他不是在说一个技术问题，而是在说一个态度问题。一个以写作为职业、以天才少女为标签的公众人物，在学术写作中表现出对引注规范的认知严重不足，这不是细节失误，这是基础素养的缺位。现在我们来谈通报里最容易被忽略，但实际最硬核的部分。处分落在了导师和学院头上，暂停导师研究生招生资格1年，这不是一个象征性的处分。对于高校教师来说，招不到研究生直接影响课题推进、学术产出和职称评审，是实打实的职业打击。约谈文学院党政主要负责人，责令学位评定委员会提交书面整改报告，这是在给整个学院的管理体系敲警钟。这里面藏着一条很清晰的逻辑链，
学校的态度是，即便学生的论文没有达到学术不端的法律红线，导师的指导责任和学院的审核责任也是不可能推卸的。你想想看，一篇被认定存在部分注释及个别文字表述不规范的论文，当年是怎么通过开题、通过盲审、通过答辩的？导师有没有逐字逐句看过？答辩委员会有没有认真审查？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有没有切实把关？如果每一个环节都在认真履职，这篇论文的引注问题不会被留到3年后被一个外校教授翻出来举报。这才是通报真正想说的话。他没有明说，但意思很直白。蒋方舟论文的问题根源在管理流程上，在质量控制的层层失守上。学生的责任是认知严重不足，但让他以这种状态通过答辩的人责任更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通报出来之后，蒋方舟本人可以相对体面的脱身，而他的导师和学院却被实实在在拍了一板。不是学校在护着谁，而是学校算清楚了这笔账。如果只处理学生，不追究培养单位，那就是治标不治本。反过来，把板子打在管理链条上，才是真正冲着病灶去的。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现实因素不得不提，蒋方舟的身份。他15岁出书成名，是少年作家的典型符号。对很多人来说，他首先是一个公众人物，然后才是一个硕士毕业生。围绕他的舆论争议，从来不只是关于一篇论文，而是关于名人光环、学术特权、社会公平这一整套更大的话题。人大在通报中选择不公开论文的具体问题细节，只给出定性结论。这种做法在程序上合规，但在舆论效果上必然引发追问。公众人物享受了程序上的平等保护，但公众的知情权是否也得到了同等的尊重？这个问题通报没有回答，但会一直悬在那里。把格局拉大一点看，这件事绝不只是蒋方舟和肖英之间的一场私人恩怨，他触碰到了一个敏感地带。当学术打假变成一场公共表演，当举报者和被举报者都动用舆论工具进行攻防，真相还能不能在漩涡中央站住脚？肖英持续10个月的公开举报，列出了详细的对比表格和证据清单，这种打法本身就带有强烈的公共性。他不是在关起门来走程序，而是把调查进程、证据材料、沟通往来全部摊在公众面前。这种做法的效果很明显，舆论迅速被调动，压力被传导到人大校方，调查在舆论倒逼下加速推进。但反过来，蒋方舟的回应也相当激烈。他指控肖英网暴、造黄谣，用 ChatGPT 截图做证据，并称已报警。这些指控如果成立，举报者自身的公信力也会大打折扣。结果呢？人大的通报回避了对双方争议的正面回应，他只处理了论文本身的问题，没有评价举报行为是否正当，也没有回应被举报者对举报者的反指控。从程序上讲，学校的调查权限只到论文为止，这没问题。但从舆论感受上讲，大家等了10个月，等来的是一份只说了论文，没说清楚谁对谁错的结论。悬而未决的感觉会让人对学术监督机制的效率和透明度产生怀疑。更深远的影响在于，这件事可能让未来的学术举报变得更难。如果你是一个发现了学术问题的普通教师或学生，看到肖英折腾了10个月，列了20多项证据，承受了大量舆论反噬，最后换来的结论是不规范但不构成不端，你会怎么想？你还会觉得实名举报是一条值得走的路吗？新华社通告一出被打脸的不只有人民大学，还有目前被中国网友普遍认为是隐藏很深的公知前环球时报的主编胡锡进。中国的大 V 汤家凤说，还记得7月4号胡锡进先生理直气壮、义正辞严、大义凛然、底气十足地站出来为蒋方舟鸣不平吗？中国人民大学这次10天之内都做出了最新的决定，让胡锡进先生的脸都肿成什么样了？人家连金句都搞出来了，舆论场的揭露空间应当是对公权力以及弱小者对霸凌者的反抗伸冤渠道。别小看人家可不是弱小者，人家读书的机会可是一路绿灯。如果不是舆论场的空间，能让真相大白吗？这么短时间里，胡锡进就噼里啪啦的被打脸，胡先生是不是有点懵了呀？
啊，大家都有点懵了呀啊。胡锡进呢，以前的时候我就说啊，这个胡锡进先生有这个叫什么呀，骑墙卡弹的圣体，哎，他往哪个方向雕都是错的。那至于为什么人民大学在8、9天时间内就把这个事情给翻转过来了，打自己的脸了呢？且听下回分解。点个订阅，下期再聊。